位好，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今天我們從一條消息說起 ，SanDisk 將於4月20日正式納入納斯達克指數。這條消息看起來很平常，但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切入口。讓我們借這個機會把一件事講清楚：閃迪這家公司到底是一門什麼生意？為什麼值得現在去理解它？先解釋一下指數納入這件事本身。全球有大量的指數基金，他們的任務很簡單。買入某個指數裡的所有成分股，權重嚴格對齊。不管這家公司好不好，不管估值高不高，只要它進了指數，這些基金就必須買。這是一種機械式的、規則驅動的強制買盤。所以，當 SanDisk 宣布納入納斯達克指數的消息出來之後，市場上有一部分資金會立刻開始提前布局，因為他們知道4月20日之前，被動資金必然會進場。聰明錢會跑在這個買盤前面。先買好，等被動資金接盤的時候順勢賣出。這就是為什麼很多股票會在指數納入宣布到正式生效這段時間裡出現一段上漲，但真正生效當天，有時候反而會出現下跌。預期已經被提前交易完了，情緒落地反而成了賣點。這種現象在市場上有個說法，叫買預期，賣事實。但這裡有一個關鍵點，我想強調，指數納入本身改變不了這家公司的任何基本面。它改變的是籌碼結構，是短期的資金流向，不是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是行業的供需關係。所以，指數納入是這期節目的入口，但不是重點。重點是 SanDisk 到底是一家什麼公司？它現在處在什麼位置？這門生意的邏輯是什麼？先看看 SanDisk 的前世今生。很多人對 SanDisk 的印象停留在那個紅色外殼的 U 盤或者相機裡的 SD 卡，這個印象沒錯。但它只是這家公司非常表面的一層皮。SanDisk 是1988年創立的，是最早把閃存技術商業化的公司之一。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它是消費級存儲市場的標誌性品牌，幾乎壟斷了零售渠道。但在2016年，西部數據，也就是做硬盤起家的 WD， 以190億美元的價格把 SanDisk 整個收購了。從那以後， SanDisk 作為獨立品牌消失了。它的技術、產品線、工廠全部併入西部數據，成了西部數據閃存業務的核心資產。西部數據早在2023年10月30日就宣布了分拆計劃，後來在2025年2月完成了分拆。原因說起來其實不複雜，西部數据當時同時經營兩塊完全不同的業務，一塊是傳統機械硬盤，也就是 HDD， 另一塊是閃存，也就是 NAND。這兩個業務的邏輯、週期、估值框架都不一樣，放在一起，機構投資者很難給它一個清晰的定價，因為不知道該用哪種框架去衡量它。這種情況在資本市場上有個說法叫混合折價，因為你什麼都有，市場不知道該給你打什麼標籤，估值反而上不去。拆開之後，硬盤業務繼續叫西部數據，閃存業務用回了 SanDisk 這個有品牌積累的名字。2025年2月完成分拆，並以獨立公司身份開始交易，股票代碼 SNDK。這裡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西部數據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分拆，而不是早幾年？一個重要的背景是，2023年開始，存儲行業出現了週期反轉的苗頭 ，NAND 的價格從谷底開始回升，在上行週期裡分拆，比在下行週期裡分拆能拿到更好的定價。這個時機的選擇本身就是一種資本運作的判斷。要真正理解 SanDisk， 你必須先理解 NAND 閃存這門生意的底層邏輯。很多人會把存儲混為一談，覺得無非就是存數據的東西。但實際上，主流的3種存儲介質——機械硬盤、HDD、DRAM 內存、NAD 閃存，是3門完全不同的生意。週期特點、技術路線、客戶結構都不一樣。之前那期節目我們對比過美光和閃迪。NAND 閃存的特點是什麼？它是非易失性存儲，斷電不丟數據，讀寫速度比機械硬盤快幾個數量級，價格比 DRAM 低，容量可以做得非常大。這讓它非常適合做固態硬盤，適合做消費電子裡的存儲介質，也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數據中心裡，替代傳統硬盤。但 NAND 這門生意有一個天然的特點，讓它成為典型的週期行業。它的生產高度、資本密集，而且產能擴張有相當長的時間滯後。造一條 NAND 生產線需要投入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而且從決定建廠到真正量產，通常需要2到3年。這意味着什麼？
意味着當市場需求上來，價格開始漲的時候，廠商會決定擴產，但等新產能真正出來，往往已經是2-3年後的事了。而這個時候，可能需求又沒那麼旺盛了，但產能已經停不下來了，於是價格崩，大家一起虧損，直到最弱的玩家撐不住減產，供給才重新收縮，價格才再次回升。這個循環，過去幾十年裡在存儲行業裡反覆出現，幾乎是一個鐵律。2021年到2022年，全球消費電子需求出現了疫情後的爆發 ，NAND 價格大漲，廠商紛紛擴產。然後2022年下半年開始，消費需求急劇萎縮，庫存積壓，價格暴跌。到了2023年，整個行業幾乎都在虧損出貨，價格跌到了生產成本以下，還得繼續賣，因為停產的代價更高。這種周期性的慘烈程度，很多行業都比不上。但這裡有一個反過來看的邏輯，也是很多投資人會關注這類公司的原因。正是因為虧損足夠慘，出清足夠徹底，一旦價格反轉，利潤的彈性會非常大。一家在谷底每年虧幾十億的公司，在價格反轉之後，可能一年賺幾十億，因為成本結構沒變，只是價格變了。這種利潤彈性是很多其他行業沒有的。SanDisk 就是這門生意的直接參與者，它的盈利和虧損在很大程度上是 NAND 價格的函數。好了，我們理解了 NAND 這門周期生意之後，我們來說說為什麼市場現在開始關注 SanDisk。有2條邏輯是同時在發生的。第一條是存儲周期本身的回升。從2024年開始， NAND 價格從2023年的谷底出現了回升，主要原因是供給端經歷了將近2年的出清，庫存水位降到了相對健康的位置。與此同時，智能手機、PC 市場需求開始邊際改善，消費端的存儲需求有所恢復，這讓整個存儲行業的盈利狀況在2024年出現了明顯改善，從虧損逐步走向盈虧平衡，部分產品線開始回到盈利狀態。閃迪作為純閃存公司，在這個周期背景下獨立上市，本身就踩在了一個相對有利的時間窗口上。第2條是 AI 對存儲需求的拉動。很多人聊 AI， 第一反應是顯卡、是算力、是英偉達，但存儲這個環節常常被忽略，而這恰恰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大模型訓練和推理對存儲的需求和傳統互聯網應用不在一個量級上。先說訓練端，訓練一個大模型需要處理海量的語料數據，這些數據需要反覆讀取，要求非常高的数据吞吐速度。你不能讓 GPU 在等數据的時候閒着，存儲的速度跟不上， GPU 的利用率就上不去，算力就浪費了。所以高性能的企業級 SSD 是 AI 訓練基礎設施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說推理端，當你在用 ChatGPT 或者其他 AI 產品的時候，背後的推理請求需要實時響應，這要求存儲系統能夠快速調取數據，延遲要低。隨着推理請求量的爆發式增長，數據中心對高速存儲的需求也在快速上升。另外還有一個維度， AI 時代產生的數据量是指數級增長的，訓練數據、用戶數據、模型參數、日誌記錄，每一個 AI 應用的背後都有大量的數據需要存儲，這些數据最終都要落在某種存儲介質上，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企業級閃存。所以 AI 對存儲的拉動不是蹭概念，而是有真實的產業鏈邏輯的。閃迪的企業級產品線在這個需求增長的背景下，確實有直接的受益空間。當然，這裡也要加一個注腳 ，AI 存儲這個邏輯，三星、SK、海力士、美光都在講，市場上沒有哪家 NAND 廠商不拿這個故事出來說。閃迪不是這個賽道唯一的受益者，甚至不是體量最大的那個。它能從這波需求裡拿到多大份額，還需要持續跟蹤它的企業級業務實際表現。現在我們來把投資邏輯整體梳理一遍。第一層，指數納入帶來的短期資金效應，這個前面已經講過了。4月20日之前，被動資金必須買入，聰明錢會提前布局，這會帶來短期的價格支撐，但改變不了基本面。這層邏輯是最淺的一層，但也是最直接的。第2層，分拆之後的估值重塑，這是理解 SanDisk 獨立上市意義的關鍵。當它還是西部數據的一部分時，資本市場給它的定價是一個混合資產的定價。硬盤業務和閃存業務打包在一起，市場會用一個折中的框架去估值。這種情況下，估值往往兩頭不討好，
既沒能拿到硬盤業務穩定現金流的溢價，也沒能拿到半導體成長股的高倍數。獨立之後，閃迪成了一個純閃存公司，市場會拿它和其他半導體公司比較，用半導體行業的估值框架去衡量它。如果盈利質量和行業景氣度配合，估值中樞有被系統性抬高的可能。歷史上類似的分拆案例不少，有相當一部分在獨立上市之後確實實現了估值的重新定價。當然，這需要一個前提，公司的盈利能力要能支撐這個更高的估值，不能只靠故事。第三層，盈利彈性與周期位置的疊加，這是最核心的一層，也是最難判斷的一層。前面說過， NAND 是一門利潤彈性很大的周期生意。如果 NAND 價格繼續在上行通道裡，閃迪的盈利改善幅度可以非常顯著。而如果行業景氣度配合，估值也同時擴張，那股價的上行空間在理論上是雙重的，盈利漲，估值倍數也漲，這在周期股裡叫戴維斯雙擊，是周期性行業裡最理想的狀態。但反過來也成立，如果 NAND 價格再次回落，盈利会快速惡化，估值也會隨之收縮，這就是戴維斯雙殺。所以，對於 SanDisk 這家公司，如果你對存儲周期的判斷是持續向上，那它的盈利彈性給了你很大的上行空間。如果你認為這輪復甦只是短暫的反彈，那現在的估值水平可能並不便宜。對於周期股，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是，不能只看靜態估值。在周期頂部，公司盈利最好，但往往那個時候估值反而最危險，因為好日子快到頭了。在周期底部，公司虧損，但那個時候往往是真正的布局窗口。判斷 SanDisk 值不值得在意，本質上是在判斷你現在看到的存儲行業處於周期的哪個位置。當然，也有很多投資者認為，當下的存儲行業已經跳出了行業周期性的表現。從股價的漲幅，我們也能看到這一點。所以，我們也要把風險也說清楚。第一， NAND 價格的不確定性。這輪復甦從2024年開始，但後續走勢並不明朗。部分廠商已經在重新討論擴產計劃。如果產能增速超過需求增速，價格可能再次承壓。SanDisk 的利潤高度依賴價格，這是它最核心的風險敞口。第二，競爭格局的壓力。全球 NAND 市場裡，三星的體量是 SanDisk 的數倍，而且在技術節點和成本控制上一直保持領先。SK 海力士在收購了英特爾的 NAND 業務之後，也在快速補強。美光在美國市場有本土優勢， SanDisk 在這個競爭格局裡並不是最強的那個玩家。第三，獨立運營的磨合成本。分拆出來之後，很多以前共享的後台職能需要重新建立，這會帶來一定的額外成本，短期內會壓制利潤率。管理層需要時間證明獨立運營的效率。第四，地緣政治和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存儲芯片的供應鏈橫跨美國、日本、韓國。SanDisk 的 NAND 產能部分來自於凱霞的合資工廠，那是位於日本的生產設施。任何貿易政策的變化、出口管制的調整，都可能對供應鏈和市场准入產生影響。這是整個半導體行業面臨的共同挑戰，但對於體量相對較小的 SanDisk 來說，應對衝擊的緩衝空間也相對有限。我們今天用 SanDisk 納入納斯達克指數這件事做切入口，但真正想講的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存儲芯片這門傳統的周期性生意，在 AI 需求崛起和供給出清之後，處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會不會跳出或者改變其本身的周期？閃迪是這個問題的一個具體樣本。它的獨立上市，把一個原本被定價成混合資產的公司，重新變成了一個純閃存標的。它的盈利彈性讓它在周期上行時有很大的想象空間。它的 AI 敘事讓它在當下的市場情緒裡有了更多關注度。但閃迪的核心判斷永遠是2個字：位置。你現在認為存儲周期處於哪裡，或者你認為行業已經擺脫了周期性，那麼就決定了你怎麼看閃迪。指數納入是一個入口，不是答案。真正的答案在 NAND 價格的後續走勢裡。好，今天的內容就到這裡，我們下期見。